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大家看到这些表，是不是很好奇？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话题？那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些表，在你看起来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跟有什么是不同的地方。那我卖个关子，继续往下看吧。手表呢，大部分来自于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制造系列以及不太一样的功能。可是它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些表它们的表径都是一模一样的。针对一样大小的表径，不同的用途跟不同的设计理念，那这些手表戴在我们的手腕上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感觉呢？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吧。是的，没错，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表径的大小跟实际上上手之后的感觉是不是一样呢？在我销售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客户直接进店的时候会跟我说，我要40毫米的表径。结果我拿了42毫米的表径给他试戴，他却没有发现说这跟他之前戴的40毫米的表径有什么任何地方的不同。这是因为每一只手表它在设计的时候，它的样式、款式以及它的设计概念都不尽相同。有些手表是商务用，做的会相对薄一些；有些手表是运动用，它做的表径以及表耳到表耳的距离会稍微来得宽一些。所以手表看起来自然会有放大以及缩小的效果。有一些手表它做的是黑盘，有一些手表做的是深色的表盘，有一些表盘做的是浅色、白色或者是银色的表盘，这些都会让手表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有放大或者是缩减的效果。接下来我们挑几只手表上手给大家试试看，您就知道我大概在讲什么了。这一只是天梭的计时石英腕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黑色表盘，相当富有运动气息，表的厚度相对来的比较厚一些，所以戴上手腕的感觉显得相当的扎实，富有一种年轻的活力以及朝气。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手表是万国的 Portofino， 跟刚刚这款手表它的形状几乎是如出一辙。可是我们看一下两个完全不同颜色的表盘，这款是白色的表盘，大山针的设计，没有任何的计时功能，所以看起来的话，手表会有放大的效果。加上这只手表它的厚度会比刚刚那只明显来的轻薄很多，所以这种手表非常适合正装来佩戴。加上它的皮表链，整体看起来的话，刚好穿西装衬衫的话，它可以藏在你的袖口里面，露出来一些的时候，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典雅以及高贵哦。那我们把两只手表放在一起比较一下，你还觉得它是一样大小吗？可是实际上测量上以及官方的数据，它们的大小表径是一模一样的，黑色、白色的对比，一样的形状，感觉就会有放大以及缩小的效果。所以你平时戴手表，如果是戴40的，戴这个会有放大的效果；如果你平时戴38，你戴上这个就会有缩小的效果。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的手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两款手表，一样都是有计时功能的，一个是浅色白盘，一个是深色蓝盘，一个是附的是皮表带，一个是钢表带。所以这两款手表戴起来的话，也会完全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哦。我们来上手给大家试试看。我们先从这款手表它的表带开始说起，它的表带的尾部是比较窄小的，一直到这边是比较宽的，所以表带的宽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戴起来的话，加上白色的表盘，会让这只手表它的放大效果来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款手表，如果你的手腕是偏大的，可是你却非常喜欢这款手表的设计，它戴起来确实是有放大的效果的。所以你必须要去专卖店试试看，这款手表上手的感觉是不是会比你预期的来得更好一些。这款手表的话是浪琴的巨破系列，巨破系列有出两种尺寸，一种是40，一种是42。那它有出两种颜色的表盘，白色跟蓝色。由于我戴过白色，也戴过蓝色，可是明显戴上蓝色之后就会有缩小的感觉，所以如果以我个人想要买这款手表的话，我可能会选择42的表盘，本来就是深色表盘，就会有缩小的效果。加上它有3个附属表盘的复杂功能，加上浪琴的 logo， 等于说把这个手表它的表盘都已经塞满了。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稍微大一号的表盘，戴起来的话，在我个人看起来的话，可能会来得更舒服一些。那我们在影片的最后来比较一下这两只手表，左边这只手表的表径是40毫米，右边这只手表的表径是42毫米。可是，在肉眼看起来，你觉得它们真的不一样吗？还是你觉得两个看起来大小是一样的，甚至左边黑色表盘的比右边来的更大一些呢？我是在同样的角度、同样光线之下展示给大家看的。那上手的感觉，我来给大家试试看。这只是黑盘上手的感觉，40毫米的表径。这只42毫米的表盘，跟刚刚看起来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看了好几款的腕表，每一个的表盘都是40毫米，真正上手却有不一样的感觉。在你决定买哪只手表之前，记得一定要去专卖店试试看，把它戴上手，感觉一下哪一款真正属于你自己。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请为我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接下来我也会为大家分享更多手表相关的信息哦。最后祝大家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拜拜。